近日，瑞士德语媒体《20分钟快报》破例长篇讨论了美国和中国谁更强大的话题，而且引用了不少数据。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以及随后的网友评论。大概率，大部分网友是瑞士人，而不是德国人。超级大国竞争，美国和中国谁更强大？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对中国说话的语气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用数据进行比较，谁更强大？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代是否终结？本文主要讲述，多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正在适应这一趋势。但是，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哪个更具影响力？让数据来说话。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特朗普正在削减对活跃在海外的政府组织的资助，同时对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和加拿大表现出兴趣。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有可能升级。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四在北京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们将战斗到底。他最近在北京表示，中国已准备好应对各种战争。中国两会正在召开。这几天，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召开，近3000名代表正在讨论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的战略，而美国作为他们的宿敌，则是他们的心头大患。美国国防部长比特·荷格塞斯最近表示，美国未来将把军事重点转向保卫本土和威慑中国，并呼吁北约欧洲成员国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以更好地保卫欧洲大陆。战后秩序是一种武器。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解释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多极世界，几个大国分布在地球的不同地区。战后的全球秩序不仅已经过时，它现在是一种被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如果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都是大国，那么问题来了，哪个大国更强大？美国企业家和对冲基金经理雷达里奥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发布有关世界大国实力的大国指数。在他的宏观分析中，他评估了18个可衡量的因素。达里奥的指数很好地概括了中国和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实力。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达里奥的大国指数。为便于各位更好理解，我给每个名称都加上了中文翻译。我们看这张放大的图中美影响力有18个可衡量指标。首先是教育，中国是1.6分，美国2分。创新及技术，中国1.8，美国1.9。然后是竞争力，美国是-0.4，中国是1。军事，美国是2.1，中国只有0.9。不过这个数据他们肯定不是最新的，如果最新的话，中国这个0.9肯定是大幅往前，已经比较接近美国了所以说中国的军事实力肯定是被西方这些所谓的专家低估了。我们看贸易，中国是1.7分，美国是1.3分。经济表现，中国1.6，美国1.7分。然后是金融，中国只有0.2，美国是2.7，大幅领先。储备货币地位当然是美元了，所以美国是1.6。储备货币地位当然是美国了，1.9分，因为它有美元嘛，美元霸权。而中国呢，只有-0.6。综合实力，美国是0.89，中国是0.8，也比较接近。好，我们看下面一点，健康、幸福感和经济成长。比较了美国、中国和欧洲区，美国是蓝色，中国是红色，欧洲区是粉色。这几项指标有实力这一项，然后是健康、幸福感、经济成长以及平均值。从实力来看，中国和美国的实力相当接近，欧洲区呢比中美要差得多。然后是健康，很明显欧洲区它的健康遥遥领先，中美两个国家很接近。然后是幸福感了，中国幸福感最高。经济成长这项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遥遥领先。
不过这里显示4%左右，是不是有点少了？那我们最后看平均值，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对吧？2030年的时候，美国第二，第三或许呢是印度，第四可能还是德国。现在让我们从军事实力这一传统的实力衡量指标入手，仔细研究一下各个因素。下面的地图包含了多个数据集的数据，这些信息一方面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官方军事基地资料库，另一方面来自香港大学的一项研究。军事，美国在全球拥有750个军事基地，结果显示，美国在冷战期间和之后在全球建立了一个包含750多个军事基地的网络。我们看看这个放大的图片，其中在印度洋中，在马尔代夫首都南约800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岛叫 Diego Garcia， 这是美军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据说马航的 MH370 被劫持到这里，有人说这是阴谋论，不过无风不起浪，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我们看中国这边，围绕中国有10几个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们想钳制中国。在欧洲和中东也有很多美国的军事基地，反而我们看在南美几乎没有美军基地，这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谁可以给大家解惑。关于中国的军事存在，来自五角大楼2021年报告的数据与来自同一香港大学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利用各种人工智能模型，从文字描述中创建了地理数据点，并将其转移到地图上。这是中国境外军事基地的地图。我们看这个放大的图，感觉所谓中国军事存在的这张地图夸张的太厉害了，可能把所有中国参股的民用港口也当成军事基地了吧？中国真正的海外军事基地，据我所知，只有东非的吉布提，那里也是多国的军事基地，包括比如说美国啊、日本啊、什么法国等等。第二张地图还包括保卫民主基金会关于中国新军事基地的研究数据。如果将这些数据源结合起来，最终会得出约70个中国军事基地。两张地图都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军事扩张明显小于美国，而且主要集中在其直接势力范围内。中国军事存在的扩张，朋友们，这张图也太夸张了。首先想与大家说一声，一般来说，西方媒体使用的中国地图不包含台湾。红色表示实际上的军事存在，等同于军事基地。关于军事存在，我们看亚洲，柬埔寨算吗？你看这里是红色的，至少目前柬埔寨政府首脑是个精美人士。运河项目已经停工了，就是因为柬埔寨政府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他想把美国和日本也拉进来，所以由此可见，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存在在柬埔寨。我们看巴基斯坦，它勉强算得上有中国军事基地。我们再看北边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外媒也把他们算作是中国的军事基地。然后我们看东非吉布提，还有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外媒也把他们算作是中国军事基地。好，我们看美洲，外媒把阿根廷和古巴也算中国的军事基地所在国，这也是瞎扯。阿根廷总统米莱与中国关系根本就不怎么样，目前中国在古巴肯定没有军事基地。我们看橘色，表示中国在该国建立军事存在的概率很大，对西方意味着高风险。西方这个图显示目前中国可能有很大概率在这两个国家建立军事存在，一个是赤道几内亚，另外一个是加蓬。好，我们接着看土黄色和黄色，表示呢有可能性或者中国正在建立军事存在的国家，它们主要是东南亚以及南亚国家，还有中东的阿联酋、非洲的安哥拉以及坦桑尼亚。朋友们，即使把所有这些都算进去，中国都不可能在海外拥有70个军事基地，西方智库太离谱了。而美国的75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那是真是实打实的军事基地。所以美国的军事基地与中国的所谓军事基地，两者根本就不可能相提并论。外媒是在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而且又次凸显了双标。
美国到处建军事基地没问题，而中国哪怕有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就不行，就是想成为世界霸权。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因此，中国显然并不像美国那样追求军事扩张，中国是通过其他手段，通过军事实力来谋求强大。上面讲的是军事方面，接下来讲的是经贸方面。经济与贸易，中国扩大影响力。我们从3个重要的数据集进行分析。首先是香港大学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3000多个中国国家在境外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个图其实也不准，比如显示在澳大利亚、欧洲，甚至美国都有一些“一带一路”项目。不知道这些是什么鬼扯数据，也许他们有，但是比如说像在什么意大利啊，他们早就退出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第2个重要指数是欧洲独立工会联盟，欧洲独立工会联盟的全球影响力指数。该指数使用28个指标来计算中国和美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和外交影响，由此得出一个分数，世界地图顿时变得面目全非。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的影响力主要在西方国家，印度、墨西哥及哥伦比亚也算，其次基本上是南美洲都受美国的影响。中国在其他国家更有影响力。在这里，您可以直接访问欧洲独立工会联盟的2024年全球影响力指数数据，很明显，世界是多极化的。最后，让我们看看贸易关系，重点关注以下问题：谁是中美两国更重要的贸易伙伴？出现的模式令人吃惊。中国已成为南半球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绿色的是美国，红色的是中国，非常的明显。到2024年为止，全球大部分国家它的主要贸易伙伴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主要是美国的其实就是西方那些国家，并不是全部西方国家呀，西方一些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呀、墨西哥呀，还有那个南美洲北部的这几个国家，加上中间有一个小国，还有非洲应该是有个莱索托，还有一个就是与中华民国建交的那个小国家。然后呢，这里有台湾省，它跟美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然后呢，日本，这个应该是以色列，其他的绝大多数就是红色的天下了啊。就是说，主要贸易伙伴呢是中国，非常的明显。这些地图可以相互叠加，以获得更完整的画面。下图显示了2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以及他们的军事基地。我们注意看，美国都是军事基地，而中国既有所谓军事基地，又有港口。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如是说：今天美国主导地位肯定是不可能的。30年前，当美国的相对实力大得多时，主导地位也是妄想。今天美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份额为 14.8%， 而中国为 18.5%。美国在世界人口中所占份额为 4.1%， 而中国为 17.8%。全球经济广泛趋同的趋势意味着美国的霸权不会被中国的霸权所取代，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霸权多极化的世界。未解之谜是世界秩序终结，还是大国携手合作？后果是什么？萨克斯写道，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挑战，有2种情况仍有可能发生。一种情况是几个核大国相互竞争，徒劳地试图夺取霸权，这可能导致脆弱的全球规则崩溃。然而，也有一种积极的情况，几大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相互宽容，互相克制，甚至携手合作，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这样的政治家风范，才能保证核时代的世界安全。朋友们，这里有个网上民调，您认为30年后谁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这里列出了这几个：中国、美国、欧洲、印度，还有金砖国家。没看结果之前，我估计选中国或金砖国家的人比较多，但金砖几个国家其实是松散的组织，而且国家之间的差别很大，
其中中国与印度其实矛盾还不少，所以把金砖国家当做一个整体根本不合适。同样不合适的是欧洲，因为他们各自心怀鬼胎，而且国防都不行，经济科技也在衰落之中，所以不出意外的话，选中国的比例应该是最高的。我们看看吧。果不其然，选中国的高达57%，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组织。好，朋友们，看了前面的分析之后，那我们接着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啊。我再说一声啊，这是一家瑞士的德语媒体20分钟快报，所以我估计大部分网友评论都是瑞士人写的啊。第一条评论：至少特朗普已经意识到，美国不再是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世界正变得多极化，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这是一条跟帖。特朗普当然注意到了西方颓废的症状，他希望亡羊补牢。这又是跟帖。任何睡得太久的人都会被某人吵醒，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欧洲睡过了头，现在一切没有发言权的事都要插一脚。再往下，中国将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美国债券，他们可以随时终结美国经济。这也是条跟帖。对的，此外，如果中国停止对美国的出口1个月，那美国就完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军事上，中国可以在24小时内集结1000万军队。在武器技术方面，美国可能更胜一筹。不过我要说，你一年到头都没有听说过的武器才是最危险的。但中国可以用人力来弥补这一点。德国之士点评：其实这位网友对中国的认知已经远远滞后，因为中国很多尖端武器密集亮相，比如2款6代机吊打美国的 F-35，还比如中国的超高音速东风快递，也叫航母杀手，还有中国的机器狗军队等等等等。今后根本不再需要什么人海战术。欧洲人太固步自封，可笑的是，他们还以为了解全世界。继续看跟帖啊。习近平不久前曾公开表示，中国的目标是最迟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拥有帝国的权利。这并不是中国人的风格，因为他们的言论往往有所保留。再往下，中国已超越美国，你们开始学习普通话吧。继续往下，美国正在衰落，这是好事，他们给地球带来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再往下，如果西方民主国家不过分依赖中国，30年后，美国仍将是世界第一。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自私和对廉价财富的追求及物质主义。我们应该把与中国的贸易限制在最低限度，购买国货。换句话说，因为东西更贵，少消费，反而有更多获得感。下一则，我怀疑美国的教育是否真的更好，可能指的只是大学教育吧。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肯定不比中国更好。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的比较中，中国明显领先于美国。继续往下，双方合作会更大。如果没有中国人，美国至今也无法完成其铁路网络。从技术上讲，美国和欧洲都赶不上中国，因为中国的速度、创新和质量都胜过他们。此外，中国还拥有各种重要的原材料，但我们有必要因此而打仗吗？再往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毁掉这么多东西，真是令人吃惊。即使是对和平的邻国加拿大，他也如此。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愚蠢的总统。下一则，好好比较下美国、中国和欧元区会很有趣，或者如何定义幸福感？因为欧元区长期以来都不幸福。欧元不能正常运转，难民潮或现在的战争。奇怪的是，我们比中国或美国幸福。下一则，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急剧下降，支持率仅为45%。参见法兰克福汇报。
这是跟刚才的贴啊。相比之下，还是比马克龙高出25%。再往下，对于30年后谁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会。要么大国们团结起来，彼此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要么事态升级，那就暗无天日了。再往下，被美国统治要比被中国统治好。下一则，谁更强大并不重要，两者都在污染世界，当然是和普京、米莱还有金正恩一起。继续往下，现在我们来看看俄罗斯驻军地点的地图。如果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经济关系比美国好，但军事关系比美国和中国以及比美国和俄罗斯要密切，所以呢，从这就可以大致看出哪些方面的潜在力量仍可能导致严重冲突。我们看下一则。矛盾的是，我们欧洲和美国所有人都为中国变得如此强大做出了贡献。继续往下，自2015年1月20日以来，中国无疑更加强大了。德国知识补充，因为那天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继续往下，军事方面，中国不如美国。再往下，中国从未攻击过任何人，尤其是美国佬，只要有石油的地方，他们就会插手。下一则，中国显然是世界第一强国啊，多亏了拼多多国际版。继续往下，我宁愿做美国的盟友，但肯定不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再往下看，三大军事强国拥有影响深远的武器库，很多技术都外包给了中国，所以让我们产生了依附关系。俄罗斯拥有地缘政治资源，美国仍然主导着货币政策，但却因它的国债而对中国负债累累，有各种依赖和投资关系、依附关系，也可能是战略联盟。顺便提一下，美军基地将从德国迁往匈牙利。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到2024年年底，美国在 GDP、军队、盟国和技术方面显然仍是第一，但如果特朗普继续这样下去，他将把美国推上绝路。马卡，让中国再次伟大。好的，各位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你们认为未来美国会继续保持第一吗？还是中国最迟在未来30年会超越美国？或者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欢迎大家踊跃评论，我们下期见。